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我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试驾了不少的 Volkswagen， 最多就是 Golf 啦，我记得，然后也试驾过 Leroy 的 Passat 啊，刷了第2阶程序的啊。可是那个是 Passat 哦，我们今天来一个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Volkswagen Arteon，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呢？之前呢 Volkswagen 有推出了 Passat 和 Passat CC。Passat CC 呢是掀背型的，然后有无边框的门，然后比较主打年轻的市场。那 Passat 呢就是主打比较成熟稳重家庭用的了嘛。那之后呢，他们就把 Passat CC 取消掉，直接换为 CC。现在 CC 也没有了，直接用 Arteon 这个名字来取代的。Passat 呢依然是一个 D segment 的家用房车。再来后面的 Arteon 呢，比 Passat 呢更加有跑风，然后有掀背型的设计，然后有无边框的门，而且引擎数据呢还比 Passat 来的更加的强大了。这个影片呢就带你们去 walk around review 0到100测试，然后等一下呢 Part 2的影片就带你们上山试驾这辆车。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然后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Volkswagen Arteon， 我想试驾了很久的一辆车，它的样子呢是我觉得非常的帅气的。这个影片呢是非常感谢车主阿伦是特地从 JB 下来给我试驾哈。这辆车好像刚刚拿车5个月吧，非常新的一辆车哈。首先在马来西亚推出的时候呢，它只是推出了一个前驱的版本，引擎大概是200匹左右的吧。后来呢就推出了一个 R Line， 它有 4Motion 280匹马力的高功耗。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它的这个 Turbo 是 IS38跟 Golf R 一样的，它只是比 Golf R 少了一点点马力，可是刷了一个程序下去，数据还不错的啊。然后呢 ，Volkswagen 再带入一个有 ACC 跟车啊、自动刹车系统啊，加入这个 Arteon， 所以在我前面这辆车是最新的啦。如果今天买二手的 Arteon 呢，你要怎么分别它是一个 facelift 的，就是有 4Motion 的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车尾灯这边，它是有带黑底的啦，设计呢跟之前不一样了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车头之后的 4Motion 版本呢，它就加多一个贯穿式的这个日行灯在这边，所以它直接连接到完。第三个你要看里面的座椅啦，它就好像 bucket seat 这样非常漂亮，有人体工学设计的一种非常好坐的椅子。那这辆车的钥匙套上了一个套哈，还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我们来解锁一下。LED 的 signal 灯哈，然后 side mirror 会自动收碟，只要你锁上这个车之后哈，打开这个尾箱呢有3种方式啦。第一个就是按这个车的钥匙，第二个就是这个 logo 呢往里面按下去，它就会自动开启。还有它有这个 kick sensor， 那尾箱空间是非常的大，毫无疑问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尾箱空间，所以车主就带上朋友来云顶住一个晚上，也是可以按一下一个 button， 它就可以关闭了。后面有这个序列式的 signal 灯哈，我再解锁一次给你们看。排气管啊，洞是假的啦哈，躲起来哈，这么 sport 的车哈，它是可以改的啦哈。那这辆车的后面后悬挂是个多连杆的设置，前面是个麦花臣啊。这辆车轮胎是配搭这一个 Michelin Pilot Sport 5的轮胎，后面的轮胎是245/40R 19寸，然后有刹车卡钳。
那原装的高度大概2根手指。前面方面呢，也是用这2540R19，前面也是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啊。可是这个轮圈呢，其实蛮好看的，可是我觉得后期升级下去会比较好，至少你换了一个包雨之后看得到。如果老婆不给买 Golf 啊，就是要买这辆车了，真的。它有 Golf 的这个性能，但是它的空间感肯定是比 Golf 更好。它这辆车有配搭这一个12力的 Harman Kardon 的700W的喇叭，所以这个是 facelift 才有的。那还有一些气氛灯，给后面的这个非常好看的，有没有？有点心思哈。后座毫无疑问还可以做倾倒，还有 ISOFIX。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掀背型的车最怕就是头会顶到哈，不到一个拳头了，硬要塞可以塞一个拳头。我腿部空间呢，你看2个拳头左右哈，我的脚还可以塞在里面哈。然后椅垫的长度 very 的 good， 已经很棒了，对我来说，坐在后面是真的非常舒服的一个。可是呢，中间就是因为它有 4Motion， 中间呢就有鼓起来。看这个灯非常好看，有没有？还有一个小挂钩在这 ，Battery hook， 一个小手把，这里还有2个灯 LED 的哈。椅子是电动调节的，只是说它的设计可能对你们来讲比较有一点带成熟，它的设计比较整齐哈，没有这么浮夸。你看，类似像 M Sport 的这个 trim 哦，摸下去还有纹路的哈。不是平的，非常的有质感的感觉。那中间有一个 subwoofer， 那这个唱机我就不解说太多了哈。它的这个功能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它还有一些 sensor 哈。等一下我们表演一下。置杯架，自动手刹 Auto Hold， 一个手扶，这个手扶就是可以调节高度哈的那个，还可以拉前后。哇，里面还有 carpet 嘞，这里还有冰箱哈，你看。这边还可以调你要多少风进来，从冷气进来哈。那关门很有德系车的声音，厚重的这个门，在mirror呢还有灯在下面哈。在你解锁的话，晚上都非常的好看。那你看这个椅子非常的好看 ，bucket seat 的感觉哈，而且很舒服哦。驾驶员的大腿呢还可以扩展，好像 BMW M Sport 的那种电动调节座椅，还有 memory seat， 还有驾驶员按摩的功能哈。R-Line 的踏板 ，Aluminum pedals， 我觉得这个很好，至少还给我扭转式的灯的控制哦。你记得 Golf 吗 ？MK8。全部用按的哈，那个我不太喜欢，我还是喜欢这种。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哈，这下面有个拨杆拉一拉，打着一下引擎哈。Alright，driving data, assist, navigation, audio， 那这里就可以显示胎压，那这些 button 呢就按下去的，它还会有那种震动的感觉哈。按上了 View 之后呢，就可以切换它的那个显示啦。然后还是喜欢有双眼仪表，然后 Driving Data， 它除了按之外还可以 Touch 的嘞。我们来显示 Oil Temp 就好，94度哈。主机方面还有 sensor， 你看到吗？唯一开始靠近它，可以放大哈。打开头灯，打开 Signal 灯，打开引擎盖。这一款 Arteon 呢，其实在国外啊，还有一个叫 Arteon R， 就好像 Golf 一样啦，有 DSI、GTI， 还有 Golf R。Golf R 就是 Golf 里面的天花板。这 Arteon 呢，它也是 Arteon R， 可是没有带进来马来西亚，只有 Arteon R Line 也是不错了的啦，有 4Motion， 有2只油压顶杆哈。那这具引擎是来自一个代号为 EA888 2.0公升的涡轮增压的引擎。纸上来说，这具 facelift 的引擎可以高达280匹马力，还有350个牛顿米的扭力。车主呢，他就是没有改 intake 啊，全部都是原装，他只是刷了一个1阶程序，它的马力可以大概350匹左右，扭力大概450左右啦。没有上过马力机啦，但是这个是刷了1阶程序，大概是这样的数据了啦。再配搭这一个7速的双离合的湿式变速箱，但是这个四驱呢，它不是全天候了，它需要的话它才会介入。我很喜欢就是试原装车的各位哈，记得吗？这个 LED 的 signal 灯，还有这个非常好看的 projector LED tail lamp， 后面的尾灯 facelift 的，有那种1粒的，有5粒总共，还有 sequential 的 signal 灯哈。外观内饰大概就是这样子吧，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了 ，Let's go。这个就是有那个 IQ sensor 的是吧？就是它就是有自动刹车那些的，对，全部都有。最新的了，IQ Drive 全部都起到完了的。Right， 可是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要 test 这个啊，这些不重要。我拿车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用过，都没有用过，完全没有用过。就是有一个加分哦，有了。对，有好过没有了。因为以前它刚刚推出的时候就人家就说没有诚意的。对，是便宜嘛？对，是大概220千就可以买得到了哈。之前是记得没有错啊，而且是前驱啦，然后后来前面买的人不是按屌啊，后面出一个 4Motion， 还有移植的，还有这个车尾灯又改了的这样子啊。对 ，OK。那想问一下阿伦，为什么你会选择买这辆车？
那时候我买这辆车，其实讲真的，这辆车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来的。其实我第一个选择是 C300的。哦，OK。后来去试了过后，我就觉得，空间上又满足不到我。OK， 然后其实动力也收罢了，我觉得。后来看到这辆就，空间又很好哦。然后沥水又有 match 到我的要求，然后最重要是我很喜欢它的音响哦，还有700个 watt 的哈曼卡的12个 speaker。这辆车的第一个印象让我觉得，怎么这个车可以这么舒服嘞？对，它真的是出奇的舒服。对，我还以为它会比较翘还是怎么样，比较硬一朗。你要它硬也是可以硬的，它可以调那个 DCC。对，还有 DCC 哈。是这个 Driving Mode 跟 Golf 一样啦，这个按一下。现在是什么 Normal Mode？ 现在是 Normal， 对。想试一下它 Comfort。Comfort 就车脚比较软，油门反应是差不多一样的。这 Volkswagen 啊，你驾任何一辆 Volkswagen 啊，只要是不管是 Wet Clutch 还是 Low Clutch， 尤其是 Dry Clutch 那个换挡真的是它会比较 direct 一点，更加 direct， 然后它很疗愈啊，看它换挡。对。Wet Clutch 的话就是会比较 smooth 一点，可是它会lag啊。其实我刚拿的时候我还蛮不习惯的，因为我上一辆车是 F30嘛。JF 跟这个 DSG 的性格是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的性格。这个就换挡会比较快一点，可是它就会有一点稍许要想一下。对，它要想一下。JF 是你踩它就来，可是就可能后尾就没有那么理想。这保养方面还是JF强哦。对，没有错。哇，这个 Comfort Mode 太家用了，感觉真的很家用，很家用。我会选这两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顾及到家用，因为我也是准备要组织家庭啊。第二点就是有些老婆不给买 Golf 的对，这个车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是。其实刚好我老婆是很喜欢 Golf 的，只是我那时候去买车的时候 Golf 还没有出，Golf R 买不到现货，所以我们就买这辆。OK， 我想再试一下看这个路段我放 Sport 是什么感觉？可以。OK， 稍微感觉到那个车车脚变硬的感觉有点路感了，在跳了。它会方向盘也是比较重了也比较 direct 一点。好来，这个就是我对它印象的就是要这种车脚，要有点硬的是分别很大的。是。OK， 换 normal， 它路感蛮强的。normal 就 OK 了啦，normal daily drive 啦。如果是我觉得在朋友在家人的话，换Comfort 会更加的好一点我一般上都是开 Comfort。 OK， 我换7档 7 speed， 大概是107 km/h， 大概不到2000转嘿。看它的转速极低一下跑 highway， 所以这个油耗方面你觉得 OK 吗？其实这辆车是偏次油的。这辆车其实是偏对，它其实是偏次油的。这样你打满一缸需要多少litre呢？它的paper 上面是66litre。我每次打95都差不多是120多块了。120多块。就是我没有等到空缸才打了。那你可以走多远啊？市区走可以500公里这样子了。Highway 的话就 depends on 你的脚了。如果你100、120这样子驾的话，其实可以驾蛮远的。像我刚刚从JB 来，其实我驾蛮快，因为我怕迟到了。我看到你驾180哦。是180，然后就400多罢了。400多罢了。OK， 其实是很自由的车来的。就是 depends on 你的脚就对了。而且你刷了第一阶那个 Stage 1的程序，所以还会比原装次油一点。可是它的动力就提升蛮多的。因为我刷 Stage 1其实我不是为了跑我是为了改善它那个 double leg 的问题。OK， 我们就切换到 Sport，我们来做一个。你是要玩 launch 吗？我玩 launch 要关掉 traction 的哈。玩 launch 要关掉 traction。这个 traction 比较麻烦一点，还有这边关。对，TCF off。还是 Sport 也是可以。对。如果要 launch 的话，你就要 manual 咯。OK， 我们切换到手动模式。brake 踩完，油踩完。它会自己换挡的吗？到了这个红线。会。我们现在车上是坐4个人哈，所以我们就 launch。哇，damn， 劲，不错。是不是少了一种灵魂？发烧，你最喜欢的发烧。这辆车我觉得它跟7.5代的 Golf 一样是，你换了 exhaust 它也不会有发烧，除非好像要换什么倒摆
刀背也换了，刀背也换了吗？也没有，哦，也没有也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小声，它不像 MK7这样哦，那种发烧真的是够力大声的，比较尖一点哦，很大声的爆出来那种。是我有听过蛮多阿弟，他的发烧其实不是很明显，然后他们可能刷了 TVS Stage 3还是一样哦。讲呢，可能它的这个变速箱跟之前那个6档那个有6 speed 的，之前那一代会更加，那代也很明显，那代发烧很明显。那现在你听到的很多 engine 声其实是 speaker 里面出来的。哦，难怪我一放了 Sport 之后有一面，是它是 fake sound 来的。我在它给你热血澎湃的感觉。自己听自己爽了哈。对 ，OK 很好奇哦，你会从宝马上到来 Volkswagen 哦？通常宝马的话，他们都不会再去别的一个品牌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在驾宝马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蛮多 Volkswagen 的车友了的。好嘞，然后也试了很多毒品啊，Stage 3、Stage 4的 Golf R， 我试了很多，一试了过后就中毒了，就不归路了。我也是试过，可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 hatchback 的人呐，就是如果讲来就 daily drive 嘛，是这个阿根真的是我的薪水啊，没问题，敢出，不会后悔的。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eah. You ease 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OK， 我没有得好挑剔这辆车了，真的。你要的音响有，你要的动力有，你要的舒适感跟操控都有。这台车出现率其实现在还蛮低的，我开这辆车出去的回头率真的很高，真的是很高。就是它稍微改起来啊，都蛮帅的，就是那种男女老少的感觉，不管是一家老小都会看回来的那种。连我爸爸60岁的人都这样好看，真的。它的这个风噪也是控制的蛮好一下的。以 frameless 的车来讲，它是控制到很不错的。我刚刚160、170我都没有听到有那个风在乱打的声音。有一个说法是，可能它的 rubber 还比较新一点，那吸附能力还比较强啊。那也可能啊。没事，有warranty的这辆车。对，没有错。我没有动 Stage 2，就是我还要它的 warranty。它的这个 Sport 哦，我不用自己用换挡拨片来换，它都蛮有反应一下。这个我现在是 normal mode 而已嘞。它这个车有一点安静到，如果没有那个 fake sound， 我真的是听不到那个 engine 声音的。是，它真的很安静。所以 maybe 以后还要改一个 Valvetronic 比较好。那个是必需品。看现在我大概110过这个弯啊，我稳台了，定啊，稳吃米粉啊。而且你看到我方向旁边有什么 counter 的吗？我就这样子放着不了，不用好像要摆很多，也不用一直要去 correction 那个 steering 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去而已，舒服。我这些滤震都没有问题，非常的近。我买这辆车，它的这个是让我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它处理这种黄线、红线，还有那种hump，都处理到很舒服。好了，3角到了 ，OK， 这个油耗还 OK 啦哈。刚刚你其实是蛮刚从 JB 下来到现在哦。对，没有，我中途有打一次油了，打一次油了。如果 JB 下来才耗2个油，哇，这辆车太省了。你不要踩的话啦，不要一直。是。我那时候我驾过最高纪录是8就是8 liter per 100 km。我们全部人倒完了。OK， 看到是不是有点觉得压力嘞？全部短尾啊。是。还有一个电车陪我们跑山。对，谢谢阿伦。OK， 好，在车上等我先了。OK， 好。要放屁，要放屁，对。Alright， 阿迪恩。冲上云霄了喂！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Goodbye。